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赵丽颖再创高光，自制网剧《在人间》强势入围金天使奖，实力被国际认可。赵丽颖以主演兼出品人身份推动《在人间》连获市场与专业奖项双重认可，标志着她从演员到创作主导者的蜕变。这部剧的成功不仅是个人的突破，更为行业提供了流量与品质平衡的样本，证明真诚专业的创作终将被看见。在人间的双重入围，赵丽颖的身份转型与作品价值认证，从演员到出品人，一次水到渠成的身份蜕变。在人间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清晰地标记了赵丽颖职业生涯的进阶，她不再仅仅是故事的演绎者，更成为了项目的发起者与掌舵人。从台前到幕后，这一步的跨越意味着他对内容创作拥有了更强的主导权与更深的责任。此次以主演兼出品人的身份获得国际性奖项的初步认可，其意义远超单一的表演荣誉。它证明赵丽颖的行业影响力正从个人演技魅力扩展至对优质项目的精准判断与整体把控能力。这种从被选择到主动创造的转型，是一位成熟演员寻求更深层次艺术表达的自然归宿。连续入围，在喧哗市场中沉淀的文本力量，展望不止于恭喜，更是行业的一个信号。因此，对于在人间的恭喜，不应仅停留在对赵丽颖个人的赞誉，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她为行业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样本。当一位具备市场号召力的演员将其艺术积淀与对市场的洞察转化为创作主导力时，所能迸发出的能量，这既是创作者个人价值的实现，也为整个行业的内容升级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人间能否在接下来的评选中最终折桂，尚属未知，但他的此次双重入围本身已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市场与专业领域始终为那些真诚、专业且勇于突破的创作实践保留着最高的认可。赵丽颖双重身份破局作品连获认可，行业静待新章。10天之内2次入围。当在人间出现在中美电视节金天使奖入围名单时，我正翻看他几天前刚获得的微博世界大会年度推荐截图。这种密集的认可，不像巧合，更像某种必然。赵丽颖这次不一样，她不只是演员，还是出品人。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她不再只是等待好剧本降临，而是主动创造了它。从被选择到主动创造这一步，很多演员走了一辈子都没能迈出。她把自己从棋子的位置挪到了棋手的位置，这种身份的蜕变，比任何奖项都值得玩味。这让我想起10年前的她。那时的他还在各种剧本里寻找突破，而现在他直接参与决定一个项目的生死。这种转变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在人间的2次入围很有意思。微博世界大会代表的是市场和观众，金天使奖则偏向专业与国际视野。能够同时被这2个维度认可，说明这部剧找到了那个微妙的平衡点，既叫好又叫座。在当下这个要么追求流量至上，要么沉迷于自我表达的环境里，能做到这一点难得。更值得思考的是，这部剧的成功会给行业带来什么？或许会开启一个新时代，成熟演员不再满足于被动表演，开始向上游创作环节渗透。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什么是好故事，什么是能打动人的表演。当他们掌握了创作主动权，产生的化学反应可能会改变现有的内容生产逻辑。当然，也有人质疑演员当出品人会不会只是挂名，但看看在人间的制作细节，看看赵丽颖在各个环节的参与度，这种质疑显得苍白。她是真的在做事，在冒险，在为自己的艺术追求负责。此刻的影视行业太需要这样的样本了，不是靠流量，不是靠炒作，而是靠扎实的内容和清晰的创作理念赢得认可。在人间的成功，给所有认真做内容的人提了口气，看，
好作品终究会被看见。行业的改变从来不是一夜之间，它是一个个像在人间这样的作品，一个个像赵丽颖这样的创作者，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慢慢推动的。我们期待的不是某个奖项的结果，而是这种创作态度能够成为新的常态。在众多影视作品的竞争中，赵丽颖以她自制自演的网剧《在人间》再一次成为焦点。这部作品不仅入围了2025年中美电视节的金天使奖，更重要的是，它代表着赵丽颖在演艺道路上的又一次突破。对于观众来说，从演员赵丽颖到制片人赵丽颖，这条路走得并不容易，但她却以坚韧和实力走出了属于自己的方向。回望赵丽颖的演艺历程，从《陆贞传奇》里的坚韧少女，到《花千骨》中柔中带刚的仙侠角色，再到《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里的盛明兰，她的每一步成长都印刻着努力二字。过去的赵丽颖以角色取胜，如今的赵丽颖以创作发声。在人间便是她探索自我、挑战新身份的产物。这部作品没有华丽的特效，也没有刻意营造的噱头，而是以极具现实深度的题材，展现出人性的复杂与生活的沉重。它的入围是作品的荣誉，更是赵丽颖个人成长的象征。事实上，在人间的创作初衷就充满了赵丽颖式的坚持。她希望通过作品表达出普通人面对困境时的挣扎与希望，用真实的故事去触动人心。有人说，赵丽颖的成功是一种从底层逆袭的传奇，而在人间正是她人生信念的延续。不论身处何地，都要有勇气面对现实，创造可能。这种精神也让作品在国际评审中脱颖而出，因为它不仅仅是一部剧，更是一种态度，讲述中国女性的坚强与柔韧，讲述平凡人生中的光。赵丽颖作为演员，早已证明了她的表演功力，但作为出品人，她面临的是全新的挑战。从剧本打磨到团队选择，从拍摄节奏到后期审片，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她的亲自把关。她不是挂名的制片人，而是真正投入心血的人。在人间的成功入围，也说明了她对艺术品质的执着追求和专业眼光。她在一次采访中曾说，我想做的不只是演好别人写的故事，而是去讲我想讲的故事。这句话或许正是她如今能站上国际舞台的最好注解。更让人动容的是，在人间的故事之中，处处可见赵丽颖个人的影子。剧中人物在逆境中奋斗，不向命运低头的坚韧，与她一路从群演到一线演员的经历何其相似。她把生活的艰辛化作艺术的表达，把过往的历练沉淀成作品的力量。正因如此，在人间能够打动人心，也正因如此，赵丽颖被更多国际观众看见。这不仅是她的胜利，更是中国电视剧工业和创作者精神的胜利。如今，赵丽颖已经不再只是一个被观众喜欢的演员，她正在成为一个能影响创作方向的艺术力量。她的努力告诉我们，真正的成功不是依赖运气，而是靠不断学习与自我突破。她敢于走出舒适圈，敢于尝试新的身份，不畏挑战，不惧风险。这种勇气正是许多人在现实生活中所缺少的，而她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即便你出身普通，只要足够努力，也能走到世界的舞台中央。在人间的入围，不仅让观众重新认识了赵丽颖，也让外界看到中国影视创作的潜力。越来越多的国产作品正在走向国际，而赵丽颖作为其中的代表，用她的故事、她的作品，向世界展示了新时代中国女性的力量与风采。她用镜头传递温度，用角色传递信念，让观众在剧中看到的不只是情节，更是现实生活的映照与希望。或许，赵丽颖的成功并不在于她拿了多少奖项，而在于她始终保持初心的那份真诚与坚持。从被质疑到被认可，她一步步走得稳，走得远。她不急不躁，用作品去回应世界。这样的她，值得被更多人看到，也值得被更多人尊敬。最后，
想对每一位正在阅读这段文字的你说，赵丽颖的路不是一帆风顺的，她的每一次闪光背后都有无数次不被看见的努力，而她的故事也告诉我们，无论你现在处于什么位置，只要你不放弃追求，不停止成长，总有一天，你也能在人生的舞台上发出属于自己的光。愿我们都能像赵丽颖一样，在各自的人生剧本里勇敢出演，真诚表达，坚定前行。震惊！王一博被包怪兽动作被曝价值上亿，背后竟藏娱乐圈暗战。天才少年曾以为努力就能一直飞，却没想到时间跑得更快。顶级选手踉跄倒地的瞬间，光鲜背后是岁月无法抵挡的脆弱。那些用最后体力撕扯自尊的传奇，都在与时间进行一场注定失败的赌局。当荣耀褪去，真正塑造人生的是深夜里那些不堪回首却弥足珍贵的小事。当你站在体育场边，看着那群年轻人拼命奔跑，汗水如注，忽然觉得这一切都像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漂流。其实，运动员的职业生涯就像是走钢丝，一不小心就会从巅峰掉到谷底。有那么几次，我看过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巨星，突然间变成了过去式。有人说他们太早老去，有人则觉得是这个行业本身让他们变得面目全非。记得有一次采访一个曾经被誉为天才少年的人物，他笑着告诉我，我以为只要努力就能一直飞，但没想到时间比我还快。双引号，那种无奈藏在笑容背后，说白了，就是对自己未来迷茫的不安。这些年，我见证了许多运动员从辉煌到平凡，从万人敬仰到普通人的转变。每次看到他们低头整理装备时，那股复杂情绪让我忍不住思考，我们到底是在追求什么？难道真的是金钱和荣耀吗？回想起某个冬天比赛当天的细节，雪花飘落，观众席上掌声雷动。可就在那个瞬间，有个画面让我印象深刻，一个顶级选手踉跄到的，脸上的表情既惊讶又惋惜。他刚赢得满堂彩，却因伤退赛，不禁让人联想到那些光鲜亮丽背后的脆弱。有人说，这是职业运动残酷的一面，其实更像是人生给我们的提醒，再强大也抵不过岁月的侵蚀。而且，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些所谓传奇们，经常会带着一种奇怪的矛盾感，明知道自己的身体逐渐败下阵来，却依然死撑在那里，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证明自己还存在于世界上。他们似乎在用最后一点点体力撕扯出一份自尊，而真正令人心碎的是，无论战绩如何，总归逃不开年龄的魔咒。科学数据或许可以解释这一切，但谁又愿意相信青春真的只是短暂的梦境呢？不仅如此，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留下一段永恒，比如教练们反复强调，坚持就是胜利。双引号。但实际上，大部分人在这个过程中都经历过迷失与挣扎。有的人为了保持状态，用尽各种偏方；有的人选择退役，把青春封存成回忆。而那些继续坚守的人，更像是在跟时间赌局里不断压注，输赢已无关紧要，只剩下拼搏本身。这也让我想起一些明星或者体育界的大佬，他们总喜欢讲究一个低调，可偏偏又躲不开公众对他们家庭背景、成长轨迹的一番扒拉。我认识一位知名球星，他私底下坦言，越是不想暴露，就越容易被关注。双引号。好比豪门家族一样，总有人偷偷揣测背后隐藏多少秘密。从外表看来，这些人生活简单，没有奢华炫耀，但仔细看看新闻报道里的蛛丝马迹，又发现不少富豪家庭其实暗藏玄机。一方面，他们试图表现得接地气；另一方面，却无法摆脱身份带来的压力。这种矛盾让很多粉丝陷入困惑，是不是大家都在演戏，还是根本没人能活成真实模样？而且，你是否意识到，这些行业中的故事不仅仅是关于荣誉和财富，
还夹杂着文化认同、价值观冲突以及社会期待。例如，在日本女排队员面对镜头时那种淡定自若，竟隐含一种古老传统对女性角色的定义；而中国运动员则更多受到家庭期望和国家使命之间摇摆不定。在这种氛围中，即使成绩再耀眼，也难免内心泛起波澜。毕竟，没有哪个舞台是真正属于你的全部。还有，别忘了，我们身边的小细节也充满故事性。有次参加体育论坛，一个退役教练说：“其实啊，最打动我的不是冠军奖杯，而是孩子训练时摔倒爬起来那一刻。”双引号，你看，那些微不足道的小动作，比任何金牌都珍贵，因为它们代表了一代人的精神传承。但同时，这也是现代竞技环境中最大的悖论。长久以来，人们把成功等同于完美，可现实却狠狠打脸。没有哪个伟大的英雄是不曾跌倒、受伤，甚至怀疑自己的。这一路走来，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不少年轻人在谈梦想的时候，总喜欢盯着所谓大人物的光环，却忽略了那些幕后默默付出的普通人。他们可能每天凌晨3点起床，为一次奥运资格赛准备数年，然后在人前展现出无限风采。而我们呢？是不是也应该问问自己，到底追求的是名利，还是一种内心深处渴望被认可的小火苗？毕竟，无数时代之前，那些平凡工匠、小镇青年，都用行动告诉我们，真正厉害的人，从来不是只靠天赋，而是在折腾中找到了生命意义。或许，当你再次看到电视屏幕上的某个明星抚摸旧照片时，会忍不住猜测他此刻脑海里浮现出了什么？是不是会有那么一瞬间，他并不是荣耀闪烁，而是一片荒芜之的，是岁月留下来的疤痕？不过话题扯远了吗？答案永远不会只有唯一。如果没有经历这些悲欢离合，我们怎么懂得欣赏那片属于自己的天空呢？所以，我更倾向于认为，每个人都是一部未完待续的大书。山高路远，没有谁可以一直站在最高处装作无所不能。当夜深人静，各行各业沉淀下来之后，那些纷繁复杂、不堪回首的小事儿，才是真正塑造人生厚度的重要元素。所以，下次遇见昔日辉煌已逝或者仍奋战不止的人，不妨多给一句理解，也许他们正在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告诉世界，我还在坚持。生活本就是这样一本翻开即合不上页码不停跳跃的书稿，不管未来怎样变化，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在跌宕起伏中品味人生百态。至于那个悬念，哪一天你会不会也开始怀疑，其实真正值得骄傲的不一定是什么冠冕堂皇，只是在寒风刺骨的时候还能微笑面对所有未知。最近一段关于王一博的短视频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了不小的热议。镜头中，他背着一个看似普通的背包，做了一个帅气又自然的动作，结果瞬间引爆全网。粉丝戏称他是背包怪兽，但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个轻描淡写的动作，居然被业内人士估算出背后价值上亿的商业曝光量。有人感叹这就是顶流的影响力，也有人好奇，为何一个背包动作竟能牵动娱乐圈的暗战？其实，王一博之所以能做到这样，是因为他早已不仅仅是一个明星，更是一种品牌。他的每一个出场，每一个造型，甚至一个不经意的表情，背后都包含着精准的审美判断与商业考量。而这次背包怪兽事件，更像是一场意外的范例。它告诉人们，真正的影响力从来不靠喧嚣，而是源自长期积累的专业度与公众信任。如果仔细观察王一博在镜头前的表现，就会发现他始终保持着一种极高的自控力与专业感。他不刻意卖弄，也不急于表达，而是在恰当的时机，用最自然的方式释放魅力。这种高级感的存在，让他在众多流量艺人中脱颖而出。或许正是这种沉稳，
让他每一次举手投足都能成为营销界与粉丝圈共同的讨论焦点。然而，娱乐圈的暗战并非表面那么简单。当一个艺人的商业价值达到如此高的层级，他所面临的就不仅仅是角色选择或作品成绩的问题，而是品牌与品牌之间的较量，是资本与流量的博弈。王一博的背包动作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反响，也因为他在无形中触动了这些看不见的竞争。在业内人士看来，这背后是品牌争夺曝光的无声战争，也是艺人形象管理的高阶比拼。但王一博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始终没有被这些商业游戏所左右。无论外界如何议论，他都用行动证明自己是凭实力赢得尊重的。赛车赛场上的专注，荧幕前的沉稳，时尚秀场上的自信，每一个场景都展现出他对专业二字的执着。他的成功并非一朝一夕，而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厚积薄发。其实，对于粉丝来说，这样的王一博更值得喜爱。他没有被浮华吞噬，也没有因为名气而迷失。相反，他用真实的努力去平衡生活与舞台，艺术与商业，让每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都显得自然又有分量。哪怕是一只背包，他也能用自己的方式赋予它新的意义。这种从容与笃定，是很多年轻艺人难以做到的。而对于整个娱乐行业来说，这次背包怪兽的风波，也是一面镜子。它提醒我们，在看似繁华的娱乐世界里，真正的核心仍然是内容与人格魅力。观众早已不再被短暂的噱头打动，而更倾向于追随那些真实、有深度、有力量的个体。王一博正是这样的存在，他不需要大张旗鼓地宣示自己，只需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能传递出独特的气场。回看他这一路的成长，从舞台少年到实力演员、赛车手，再到如今的时尚宠儿，每一次身份转变都稳扎稳打，从不急功近利。外界或许看到的是光环与荣誉，但背后藏着的是无数个夜晚的坚持与练习。这种精神才是他真正的武器，也是他能在娱乐圈复杂环境中保持清醒的关键。也许正如网友所说，王一博的每一个小动作都有被记录成经典的潜质。但更打动人心的，不是那一级的商业价值，而是他在喧嚣中依然保持本心的那份冷静与真诚。在这个信息泛滥、名利浮躁的时代，他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所有年轻人，真正的成功不是靠追逐热度，而是靠实力与时间赢得认可。所以，当我们再次看到王一博随意背上背包，转身一笑的样子，也许不必去计较那个动作值多少钱。更重要的是，我们能从中看到一个年轻人不被定义、不被束缚的自由姿态。那是一种我知道自己是谁，我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的坚定信念。这才是属于王一博，也属于每一个正在努力生活的人的高级感。也许未来他还会带来更多无意间的经典瞬间，但那都只是他一路前行的自然流露。因为他早已明白，最珍贵的不是外界的掌声，而是自己脚下每一步的踏实与热爱。对于所有在迷茫中摸索的年轻人，王一博的经历或许是一种启示。只要你足够坚定，哪怕身处风口浪尖，也能在光影交错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平衡与光。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